上一集咱们讲到了精致利己的贾雨村拿了甄士隐的50两天使投资的银子，第二天5更就跑了。但是甄士隐自己的劫难这才刚刚开始。这一期刀子要来了元宵佳节，女儿英莲被拐，3月15葫芦庙失火，烧成了一片瓦砾，投奔岳父风素，被半哄半赚，受尽了嫌弃，最后贫病交加，拄着拐杖在街上散心，碰到了一个跛足道人，念了一首好了歌。甄士隐听完彻悟了，飘然而去，连家都不回了。这段里最震撼的不是道人唱的歌，而是甄士隐自己的注解。我每次读到这段的时候都觉得写的是太好了，字字血泪，句句有典故，把人世间的虚幻写到了淋漓尽致。它不是空洞的说教，而是用具体的画面告诉您，繁华就是废墟，富贵就是泡影。来，咱们先听原文，然后我把这段注解逐句展开，给您讲清楚每一个典故，每一层深意。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。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姐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待他小姐完了来报时，哪有英莲的踪影啊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。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2人办事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啊？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堪堪的1月，士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封氏汝人也因思女够急，日日请医疗治。不想这日3月15，葫芦庙中杂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溢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大抵也因结束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事，如何救得下呀？直烧了1夜，方渐渐的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，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，急得士隐为跌足长叹而已，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盗风起，无非抢田夺地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遍了，便携了妻子与2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了。他岳丈名唤风素，本贯大如州人士，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悦。幸而士隐还有折遍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，博置些许房地，为日后衣食之计。那风素便半哄半赚，些许与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稼穑等事，勉强支持了1、2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风素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。士隐知头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虎，极愤怨痛，已有积伤。暮年之人贫病交工，竟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可巧这日拄了拐杖，争错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癫骆驼，马洗纯衣，口中念着几句言辞，道是：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。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。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。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你这满口说些什么呀？只听见些好啊了啊，好啊了啊的。那道人笑道：若你听见了好啊了啊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；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便名好了歌。士隐本是有宿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，因笑道：且住，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啊？那道人笑道：你解，你解。这士隐乃说道：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金釉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啊？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谗言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。择高粱，谁曾望流落烟花巷啊？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家扛。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啊，甚荒唐！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啊！那风跛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解得切，解得切呀！这士隐便说一声走吧，将道人肩上的搭链抢了过来，背着径步回家，同了风道人飘飘而去。当下轰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风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寻访，哪讨得音信呢？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2个旧日的丫鬟服侍，主仆3人日夜做些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风素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日，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一对对的过去，额尔大轿抬着一个乌帽星袍的官府过去。丫鬟倒发了个怔，自思这官好面善呢，倒像在哪里见过，于是进入房中，也就丢过不在心上。至晚间，正待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说：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风素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。好，原文演播完了啊，这一段是甄士隐从天堂到地狱的完整坠落，而好了歌的注解就是全书第一个哲学暴击啊。咱们逐句拆开。第一句，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。户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手里拿的那个板子啊，用象牙或者是竹片制成的，用来临时记事的。那么户满床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床很大，是说家里做官的人太多了，聚会的时候把户板都放在床上，堆了一床啊。
这个梗来自哪里呢？唐代崔神庆一家父子兄弟都当大官啊，每年家宴的时候把象牙护板堆满一床。后来这个故事被安在汾阳郡王郭子仪头上，然后编成了戏曲叫满床护所以当年护满床就是形容一门显赫，满朝高官。第二句叫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昨天还是歌舞升平的宴会厅，今天就只剩下了衰草枯杨。脂砚斋平宁荣祭拜之后一败涂地，这是给后面大观园被抄、贾府败落提前写的判词。那么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金釉糊在蓬窗上这是物是人非的循环。雕梁画栋的豪宅后来结满了蜘蛛网，而原来豪宅里的绿纱窗又被拆下来糊在了穷人的破窗上。也就是说，循环往复，新陈代谢，富贵和贫穷在循环，没有永恒。那么第4句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天还是浓妆艳抹的青春少女，转眼就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妇。脂砚斋直接点出这是给薛宝钗、史湘云等人写的判词，青春美貌转眼即逝。那么第5句昨天黄土陇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，这是最残酷的一句。昨天还在坟头哭送死人，今天晚上就在红帐里洞房花烛，生死对比，冷暖无常。脂砚斋批熙凤一干人，暗示王熙凤等人一边经历着生死，一边还继续着风月。那么第6句金满箱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昨天还是金银满箱的富贵，转眼就成了人人喊打的乞丐。脂砚斋评真玉贾玉一干人这里是给贾宝玉写的伏笔。那么后面贾府的败落，宝玉可能真的要沦落到乞丐的地步。第7句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刚感叹别人的命短，回来自己就死了。祸福无常，谁也逃不过，真真假假，命运弄人。第8句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。强梁就是强盗，意思就是您家教再严，儿子说不定哪天就成了强盗。那么第9句择高粱谁承望，流落在烟花巷。择高粱就是挑富贵人家的女婿，你千挑万选想把女儿嫁入豪门，结果她最后流落到了妓院。脂砚斋评真英莲一干人，这就是英莲也就是香菱的命运，被拐后真的被卖到了薛蟠手里，虽不是烟花巷，但也是被卖的悲剧。那么第10句因嫌纱帽小，致使所家扛嫌弃官小，拼命往上爬，最后因为贪赃枉法带着枷锁坐牢。脂砚斋评贾赦雨村一干人贾雨村后来乱判葫芦案，贪赃枉法，最后所家扛，这是给贪官写的统一判词。那么第11句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昨天还可怜自己穿着破棉袄冻得发抖，今天当了高官穿紫蟒袍，又嫌袍子太长了。脂砚斋评贾兰贾军一干人，从穷到贵，欲望永远填不满。第12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这是全书最狠的哲学总结。人世间就像个戏台，你唱完了我又登场，乱哄哄的没完没了，这就是人间大型造业轮回场。作者一眼看破佛家说的无常，世间万事没有一样能长久恒定，但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错误，把暂时寄居的尘世当成了永恒的家园。脂砚斋评总收古今一照吃人，共立换场这是给全人类写的判词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过客，却都以为自己是主人。那么最后一句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辛辛苦苦一辈子攒下的功名、金银、房产，最后都是给别人准备的。贾宝玉最后出家为僧，他之前拥有的一切都成为了为他人做嫁衣裳。所以甄士隐听完了好了歌，为什么能立刻彻悟呢？因为他不是听道理，他是对号入座了。当年护满床，他曾是相宦望族，陋室空堂，现在烧成了瓦砾。金满箱银满箱，他有过。展眼乞丐，他现在就穷途末路。那么每一句都是他自己的自传，
所以他抢过大链就走，不需要收拾行李。真正的车务是瞬间的，不需要准备。脂砚斋评走吧二字如闻如见，这不是无情，是看透了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不得不佩服曹雪芹，寥寥几句道尽轮回无常，文字功底实在是深厚。那么最后那个钩子啊，新太爷到任，差人传话，这个太爷就是贾雨村了，他飞黄腾达了，但那个被拐的英莲也即将因为他的葫芦案被重新提起，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。那么下一期贾雨村当官，葫芦案登场，那个被拐的英莲以香菱的名字重新出现，而《红楼梦》的正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敬请期待。